微烧日常丝袜，什么是微烧？我不知道，这不得问你吗？微烧我也不知道。哦，烧的小内裤呀！哎，我受不了了。我真的觉得你这个人问题很大，为什么什么手机到你那里都会变成这样？手机的问题，纯欲烧小内的。你别说了，别说了，刷不到了，只有那3个。哪3个啊？嗷烧。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离线玩家阿赖的频道。今天视频的主角是 720P 120赫兹联发科 G81 Ultra 处理器的红米 14C， 它的电池是5160毫安时。以及 720P 由5G 中国芯紫装展锐 T765 的魅蓝20，哎，它是5G 手机啊，一上来就压它一头。红米 14C 4+64G 版本的发售价格是499元，但我们是在某鱼上买的，是花了600元买的6+128版本。这个魅蓝的发售有点太久远了，我已经不记得价格了。反正我们也是在某鱼买的，这台手机只要400出头。这2台手机加起来呢，也就1000块钱，配置都是一样的，都是6+128。为什么把魅蓝挑作红米的对手呢？哎，这是因为在远古时期啊，群星璀璨，群雄争锋，红米和魅蓝这2大宗门的骄子也是真的头破血流，不可开交啊！快一点。但是现在呢，就今非昔比了。某蓝呢，我就不想说了，好吧？今天咱们就来复刻一下，正好我觉得他们的性能啊，跟远古时期好像也差不太多。另外呢，我们今天的负载会相对较低啊，因为毕竟他们的性能也就那样啊，他们也承载不了太高。然后今天的气温呢也非常好啊，有10来度。我们今天就以一个游玩的过程去体验2台手机相关的设置以及流程，我们会打在公屏的某个地方。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一定不要忘记了一键3连加关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打把王者，哎，给它拉满来试试水。因为我的魅蓝是5G 芯片呢，我肯定要开5G 啊，但它最多只有4G，那就没有办法了。我现在可以开3G 呢，我还可以开2G，但我这台魅蓝只有90赫兹，会略差一头啊。你为什么这个标不是啊？撕了就没有5G 了。我们王者荣耀的设置是60帧加超高分辨率，画面总质量自定义，但是它不能开启 HDR 跟极致啊。但是魅蓝是可以的，这里可以选 HDR， 下面也可以选极致。我迁就一下红米吧，选择高吧。这个亮度，调一下吧。但是我手动拉高以后啊。它自己也会加下去。再看一下，现在还是红米要亮一点点，那红米拉低一点吧呀。这个魅族用的自动亮度还是太暗了，所以我们就把2台手机的自动亮度关闭了，手动拉到最高，然后刚刚看了一下，这样它们俩的亮度就差不多了。今天一个相对较亮的环境下玩，我觉得这游戏里面还是有点看不清啊。这2台手机都是 LCD 屏幕啊，这60帧真的太卡了，我的钩子都拖不出去。我都离着屏幕这么近了，因为它亮度衰减很严重，你知道吧？就离得太远，它就看不清。而且这个 720P 这个小字也太糊了吧！红米刚刚打团会掉帧啊，就从60掉到40、50，我刚刚看到是47帧，会明显的更加卡顿了。你这不行啊，还得是我的中国芯才可以。你的意思是联发科不是中国的？我一点没掉帧，你什么意思？你上纲上线是吧？不是你说的吗？我的是5G 中国芯，你有没有5G？我刚刚打完团，这个魅蓝红了5秒，什么意思啊？这露天环境呢？红米红了3秒。我们在这里打了快22分钟的王者，现在红米还有91%的电，魅蓝还有92%的电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自动亮度给打开，步行导航去往它的甜品站。啊？什么意思啊？我没有视角跟随。你这没有陀螺仪是吧？不会转是吧？不会转。你看，它不会转。就好像是少了什么传感器吧，它这个就不会转。我这里选的是视角跟随，就少了什么传感器。完了呀，不认路了，走不了了。我认得就行。好，我们接下来就会导航啊，过程中我们还会刷一下美团。需要说明一下的是，红米这个系统是 HyperOS 1.0.1.0啊，它的系统是非常不完善的。你比如说，你看它这个下滑通知栏是这样的。感觉是那种远古的MIUI 的感觉啊，而且它很多功能也没有，我在设置里面是没有找到它的屏幕使用时间的，而且它也没有负1屏，没找到负1屏，有可能有，而且还不能设置几分钟后自动锁屏，所以今天我们的屏幕使用时间就以魅蓝为准了，我也看不了。别转了。当然了，负1屏这个功能魅蓝还是有的，我也有数字键仓可以看到屏幕使用时间。那我们现在赶紧走吧。这2台手机的处理器我们都不太熟悉啊，现在呢我们就一边导航一边刷美团，然后呢，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响应速度谁快，好吧，来比一下。你这个红米绝对是60帧，它这个处理器负载不了2个120，然后刷很快的话还是会有白色的情况出现的，你也有吧？很明显。
这个魅蓝就是逊的，我都不想说，好吧？你自己给观众看一下你的亮度。我只能这么亮。虽然红米已经比较暗了，但我觉得魅蓝更暗啊。你这亮度条能调吗？哎，红米的亮度条拉满的，你还不拉满？差一点点拉满了。你自动拉一下，不准偷亮度啊！今天我们俩的手机公平 battle。公屏什么？一个4G，一个5G。我真的拍不起你的屏幕。我刚刚用魅蓝把设置里的导航条关闭，然后又进到招德里面，发现它这导航怎么没了？我重新拆一下吧。我们没有拍到，需要说一下是在前段，它魅蓝的定位是错的，它魅蓝定位定到大概是偏里面的位置的，而红米是对的，在路线上的。然后它重新进一次之后，现在是好了。在我们的流程中呢，都是常驻微信后台的，但是小米这个系统有点古老啊，这个 HyperOS 它走不了。你看我下滑没用，上滑是退出。长按就变成这样了，点也变成这样了。反正我们会关注的，尽量让它微信一直保持在后台，好吧？魅蓝这个没有问题啊，它是直接锁住的。现在导航路线是让我们往右边这条路走，哎，我们又不小心走错了，我们会直行，看两台手机的定位准不准确，并且会不会给我们修改线路，走吧？我们走了20-30米，两台手机的定位都很准确，并且都及时为我们规划了路线啊，哎，表现还可以哦。刚刚过了个马路，并且在这条路上走了20-30米，两台手机的定位都是错的。但是魅蓝刚刚对了一下下，然后又回去了。你开你的北向上呀，你要照住一下魅蓝。你这个北向上是反的。你左右转一下，你这个应该也会动吧？你怎么也不动了？你也不动了。它卡住了，肯定是视角跟谁也反了？怎么？对啊，视角跟谁是反的呀？哎，刚刚还对的，就你搞垃圾手机。魅蓝就要陷害我。我刚刚是对的啊，拍之前都是对的。我多按几次它就恢复正常了。你看视角跟随现在是北向上，北向上啊，可以了，啊走吧。它就反应不过来。但这段路的后半程红梅一直是对的，但是也会出现来回跳的情况。在这段路快结束之后，它是又跳回去又跳回来了。魅蓝在这过程中呢，就短暂的对了10来秒吧，然后又错了。这段路的表现是红米更好的，而且我还发现你怎么又在偷偷降亮度，是不是？你自己看吧。我只有这么亮了。左边这个是魅蓝啊，这个小一点的，然后没有小横条的。你拉满了吗？你拉满。又要调理了，去吧。别说话了，直接去了。我也去吧。还得是调了一下啊，魅蓝现在调好了。哎，又回去了啊，红米就没有反应嘛。我们继续往前走。我现在又对了。果然要调理啊。调得好。完了又错了。我们这条路走到一半的时候啊，妹子就对了，她又来回跳了能有1分钟左右，后来又保持了对的位置。好，今天马上过红绿灯了，她的位置又错了。红米现在过红绿灯的位置跟魅蓝是一样的，但是在这段路的后半段，红米是一直正确的，并且它不会出现魅蓝那样来回跳的情况。那这段路的表现，两台手机是差不多的。我们导航了快33分钟，现在已经到达目的地了，但是魅蓝的响应好像有点慢啊，怎么还没显示呢？还没到呢，就差几步路了。不是就在这里啊，我们平时到这里早就停了呀。那我手动也要退出了吧？我们路上呢刷了能有快20分钟的美团呢。现在是中午的11点53分，我们今天用了1小时4分钟的手机，魅蓝还有78%的电。红米还有82%，在前半段两者表现还不错，但是后面的两段两者表现就在手机里面算一般了。但是他们只有几百块钱，我觉得完全可以接受。那么接下来我们去厕所测信号。拥挤。我们现在已经到厕所了，我们发现2台手机都没有智能双卡切换的功能啊，所以现在我们用的还是联通让主卡呀。可以看到这2台手机在这里面都是4G。我们先打个电话试试看啊。打不通啊，别吧。小米通了。通了，魅蓝通了。你魅蓝好久，通了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微信来发一个表情啊，3、2、1点，魅蓝在转啊。你的5G 没有用啊。我收到了。你发不出去啊，他没收到啊。对啊，我都已经发出来了。哎，你这个屏幕真的好暗啊，我的天！啊，终于收到了。好慢啊！有5G 有什么用呢？我们进微博已经有一会儿了啊。两台手机加载都非常慢啊。我现在在试一下抖音啊。可以看到红米这边是有，哎，可以刷出来吧？不可以。但比红米你好，你什么都没有。网络不稳定。哎，都很差。我们切换电信吧。现在我们使用电信打个电话，3、2、1点。秒通。微信发3个表情，3、2、1点。我秒发。现在我们微博同时刷新啊，3、2、1送。魅蓝快。再来一次。3、2、1送。魅蓝快。魅蓝快，再来一次。都3局2胜了，你还再来？算了。现在咱们来使用电信卡刷抖音啊，玩刷。魅蓝怎么不行啊？魅蓝你的画面呢？没有画面啊！啊，魅蓝。
咦，你画面太恶心了，不想看。你好意思说这个话吗？哎，这不来了吗？来什么？这不来了吗？来几张截图。动都不带动的，你看这边全是视频，你这边全是截图啊。还是只能对着照片，你这话有什么歧义啊？那你就是对着视频呗。是什么歧义呢？然后我们来点个评论区，3、2、1走。秒出啊！不行就是不行，好吧？大家这个速度联通就是红米稍微好一点，但是他们微博跟抖音都是用不了的。电信卡的话，红米会比魅蓝好很多啊，它的抖音都是能够正常加载的，但是微博会慢一点点。现在我们已经到地下车库了，2台手机都是联通的4G 网络啊。我们来扫一个码，微信1米，3、2、1走。啊，这么吃力吗？这里还更吃力的呢，魅蓝已经扫出来了，你这还得往前啊？1米都不行呗？怎么变这么暗了？它屏幕就是变暗了呀。啊，放大了。还得放大才行，是我不小心点到了。退后。我申请重赛，不行。好的，3局2胜啊，我们再扫一下这个1米的二维码，微信，3、2、1走。别3局2胜了。红米这次放大了，但是还是魅蓝更快啊！这个3、4米的我们还要扫。快点，我要爆杀你！我们现在距离这个二维码有4、5米啊，来挑战一下，3、2、1走。哎呀，搞得跟真的一样啊！全是噪点啊！他扫出来我直接吃，他这样扫出来我直接吃。还加着定语是吧？这是不是没有防抖？那肯定没有防抖啊，不然呢？我觉得你们要不就直接走那个1米的地方算了吧，已经快到那个1米的地方了。哦，爆杀！你看，你这是1米，差了10厘米啊！你这个就离1米差不多了。张张离都4、5米，扫二维码就那么费劲了，这辆安装我们就不比了吧。还有这2台手机的主 A 影呢，大家也不用期待太多了，我们就进行下个测试吧。现在2个手机在这个地下车库都是联通的4G 网，我们来下载一个100兆的视频素材啊！来，3、2、1点，左边是魅族，有广告呢，红米。魅族好帅！等一下，不对，魅族还会赢。现在赢红米更多了，你别叫了。好，红米赢了。红米确实赢了，快了大概2秒。接下来300兆的大一点，我要拉爆它。有个人现在有事情了啊，就是帮我们去拿东西了。现在由我来操刀2个手机，虽然魅蓝它只有90赫兹，但它使用起来其实会比红米流畅很多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这个处理器更好啊？这个红米就使用起来就是很钝，它滑起来就，然后点开软件也是的，就是感觉它很慢。红米这个120赫兹呢，也不是可以自定义软件的，它只是一个开启的选项。很多软件进去呢，其实还是60赫兹，也会有点卡顿的。那么现在我就来打金铲车啊，我一个人玩2机。那也不是很爽吗？爽死了！它的画质是60帧加超清加极高，下面6个也都打开了，这是他们能够支持的最高画质了，只能这么多了。今天你一个人打好无聊啊，聊天吧。我都忙不过来了，还跟你聊天。你什么时候穿女装啊？我又没说过这种话。同时操作2台手机，应该对你这个高手来说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吧 ？Easy。不是，你怎么一来，你们2个都买了一样的水啊？咋？我们俩一人买了一瓶。我感觉这魅蓝好暗呐！哎，但是为什么这个红米这么差呀？我操！红米在我刚刚选秀的时候卡住了，导致我装备选的失败，好吧？我们到室内之后发现，现在红米的亮度要比魅蓝高很多啊。感觉红米的自动亮度要灵敏一点，而且它的好像是失效了，你调一下，还是会拉得很低啊。而且我感觉我魅蓝开完自动亮度怎么还变暗了？2个都会有点卡，但是红米的会非常严重啊。那相比之下，我觉得魅蓝算一点都不卡了。这把金铲我们打了32分钟，过程中2台手机都有卡顿，但是红米的会严重一点，并且红米出现了2次画面不动的情况啊。但是魅蓝的亮度会稍微低一点。现在红米还有67%的电，魅蓝只有56%了。现在是中午的12点58分，我们今天才用了1小时59分钟的手机啊。现在菜也上齐了，我们就把手机交给大师来拍点照片吧。天气变化比较大，可以听出来吧？感染了一些风寒啊。这台手机我刚拿到手感觉很奇葩，因为魅蓝这一台是没有指纹识别的，它只有人脸识别跟密码。红米呢，虽然它手机很大，但是它有一个侧边指纹。好，那我们现在来拍一下照片。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要给我拍，我觉得这个手机拿谁拍都是一样的，好吧？就是要折磨一下你。我已经感冒了，你们还要折磨我，真的是不是人？2台手机都是只有1颗摄像头，分别是1倍和2倍，它们有2个按钮。
那么就1倍拍单张，2倍拍全部啊。这个魅蓝呢，它是1300万像素的摄像头，差值到5000万，但是我没有开啊。红米呢就它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看着就挺一般的吧。我觉得这是最幽默的一集啊。最近不是有很多人喜欢所谓的 CCD 嘛啊，喜欢那种所谓的氛围感跟朦胧感嘛。我觉得可以买这2台去拍照啊，买什么 iPhone 5S 啊、6啊那种东西干嘛呢？买这种东西不是挺好的吗？很朦胧啊，很有氛围感啊。这个魅蓝就更朦胧了呀，我的天！魅族的拍照都已经只有那个样子了，魅蓝呢太糊了，多的我就不评了吧，大家自己看照片，没什么好聊的。吃饭期间呢，我们就看 B 站直播，2台手机都是原画画质，并且开启弹幕状态。现在2台手机的屏幕亮度应该是差不多的。并没有，你的魅蓝稍微亮一点了。那我们把2台手机亮度拿的差不多。你的爱人怎么吃着就再见了呀？是你的爱人，是你的，他又干嘛了？你的爱人去喷射了，又喷射了。不是我的，明明是你的。你的。弹幕说是谁的？好吧。看了半个小时的 B 站直播了，现在红米还有57%的电。魅蓝只有47%了，现在不到50%了，那我们就换手机用啊。我们干了什么就没电了呀？今天才用了2个多小时啊！我的妈，好卡！魅蓝手感比红米好多了。我拉死红米。接下来呢，我们就解锁一个新地点啊，我们打车去松雅湖，去那边逛逛，还没去过呢。我跟你说，就这个人一直在叫，从夏天叫到现在要去松雅湖。等下松雅湖那边要是不好玩的话，你就死定了。现在冬天了，说不定就不好玩了。我们现在已经上车了，左边是魅族，右边是红米啊。这个魅族怎么一上来就卫星信号弱呀？这明明是开拓地带呀，而且他们俩位置怎么还有点不太一样？现在正在掉头，看看谁反应快一点。他们俩都没有反应，我一动不动，我们让他掉了个头啊！这什么车载导航啊？它只出现一个动画而已。魅族率先反应过来了，哎，魅族有3D 车道机导航，怎么说啊？红米的路线之间好像都是对的呀，是魅族刚刚突然跳了一下，但是现在可以看到魅族有3D 车道机导航，红米这里呢应该是没有的。我们现在再左转一下，看看谁的反应快一点。好的，现在我们已经左转完到芙蓉北路上了，好像是红米的反应稍微快一点。我们刚刚在芙蓉北路上面行驶了4-5公里啊，2台手机都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们等下就要上高架了，感觉魅族的反应是会稍微慢一点。不对，红米刚刚怎么突然跳了一下？红米切出了3D 级车道导航。我的天哪，好不容易啊！虽然都是3D 车道机导航，但是他们俩还是有点区别啊。怎么魅族突然跳车道了？其实我们现在在红米这个最右侧车道上。OK， 我们现在到中间了，红米好迅速啊！好，现在我们又到中间车道了。红米回来了。红米的3D 车道机导航就是会比魅族稍微灵敏一点啊。我们差不多已经导航了20分钟啊，后面的路基本都是直路了，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那我们下车再总结吧，这2台手机导航就先暂停了。我们刚刚车上导了22分钟，2台手机整体表现都还可以啊。这红米我们导航了5-6公里，它才突然蹦出一个3D 车道机导航，一开始我们以为它还没有呢。红米尤其是在开启了3D 车道机导航之后，它的灵敏度会显著提升啊，之前看不出来，它响应很慢。我们现在已经到松雅湖了，我们就在这边逛逛吧，看这边有什么好玩的，走吧。现在是下午的2点35分，魅蓝还有39%的电啊，我们今天已经使用了3小时2分钟的手机了。红米只剩51%了，现在我们就用百度地图的步行轨迹，在这里随便走一走吧。这是第一次来。那边有狗，你的同类。那衣服一样的，你看，那衣服一样的。有一说一，这边环境真的好了，我从来没有来过这里，本来天气也比较好了，为什么我们带着这2台手机来了？好烦啊，好吃亏啊，感觉。还好我自己还有手机。真的好看吧？你们又浪漫了呀？你为什么要离他这么远啊？他是谁呀？我不认识他。他不认识你，他说。爹都不认识了，我受不了了。右边这台魅蓝，我们发现在百度地图里面，它是可以调转方向的，它是个箭头，但是非常的不灵敏。我现在在晃，它又不带动的。你看它突然跳到红米就没什么问题了，它是比较灵敏的。我们在这里走了15分钟，差不多600米啊。然后我中途不小心点了暂停啊，所以显示时间呢，魅蓝是会少2分多钟。我们现在看一下起点啊，起点2台手机位置差不多呀。然后我们就是走这个小路啊，我们都是沿着路走的，但是他们怎么会有一点点都不在路上，
好像魅族这边稍微准一点，然后我们又拐到了一个小路上，它为什么一样差呀？他们两个都有一个尖尖的凸起啊，就走到草坪上去了。而且我想说的是，今天我们是在露天的环境下走的，非常的空旷啊。然后我们又是按照这条上面的这条路走，完全在草坪上走。红米要好一点，虽然说都有点偏，然后我们在这里又绕了一个圆，都不太行吧。我们又往下沿着路走到湖边。我操，我们俩都走到海里面了。这一节就是它按暂停的地方，所以两个点连在一起了。但是后面这一节两个都很离谱啊，我们两个路线都是在湖里面走。但是从这一节开始，就是魅蓝会准一点了，红米这一边是在道路的外面的。他们俩表现真是卧龙凤雏啊！这种我们是在左右看他有没有方向，然后结果他在这拉了坨大的，我们两台手机都有左右转的，就只有魅族出现了这个情况。最后这一节呢，就全都不在这个路上吧。总的来说，这两台手机的导航都挺一般的啊，但是魅蓝地方那个拉坨大的太离谱了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打游戏吧。我们先开始打王者，他们的画面设置都是一样的，60帧加超高分辨率。然后画面总质量自定义 HDR 跟极致呢都是开不了的。我们把这两台手机的亮度啊都手动拉到最高了，现在就开始打游戏。我们现在打了4分多钟了，哎呀，这个在户外用这两台手机打游戏真是折磨，就看不清啊这个屏幕亮度，我得离得很近才可以，而且打团还会掉帧。我刚刚放个智能直接掉到38帧了。那红米没好到哪去啊，40来帧。跟大家说一下，现在是17度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两个人现在真的是禁止浪漫。浪漫悠闲，对对对，这个湖边上跟海边一样，你知道吗？我感觉你们提前过了老年生活呀，你们的爱情也走到了终点是吧？都说了没有，都是剧本。韩宝那边有一只好大的你，韩宝快看，后面还有。你对同类好敏感啊。对你很敏感啊。我们都把游戏打了快13分钟了，魅蓝出现过很多次卡顿啊，黄色也很多，然后460的情况也非常多，特别是在回城的时候。我刚刚闪现都按不出来，直接被打死了。后面的表现很好，就是打团的时候有点掉帧。掉帧的情况两台手机都有的，看来负载还是有点高了。但这个网络不知道魅蓝什么情况啊，我觉得挺差的。你现在这个屏幕真的太暗了，你刚刚是说网络有什么问题吗？一直是红的，我在家里面等复活，它都显示红色。那打团我每次都是打着打着人不知道去哪里了。红米这个屏幕我感觉比魅蓝还是稍微亮一点吧。红米的网络只有在17分钟的时候突然红了能有10来秒，然后就没有任何问题了。这把王者我们打了20分钟，魅蓝表现非常差啊，打团会掉帧，但更差的是它这个网络非常的不稳定，经常会出现红色。我打团基本上都看不到人哪里就死了，就完全玩不了，而且它的亮度也会比红米低。红米的网络只有在17分钟的时候出现了很短暂的波动吧，最多就10秒钟。它打团的时候也会掉到30、40帧呢，当然我还以为锁30帧，然后后来马上又跳回来到60了。现在是下午的3点25分，我们今天使用了3小时50分钟的手机，魅蓝还有23%的电，红米还有37%。接下来我们就把手机交给大师，让他拍点照、拍点视频吧。我不想拍，随便拍拍吧，随便拍一下照片，风景还可以，但是手机不太行啊。不是说好这种手机以后不给我拍了吗？一定要折磨一下你才可以，烦死了。随便拍一下吧。它可以放到5倍吗？你开玩笑，它可以放到10倍呢。这个魅蓝有一说一吧，即使是这样子的两台手机，我感觉红米的拍照还是要好一点。哎，不对劲，这个高倍率我感觉好像是魅族好一点。刚刚好像红米那个6倍是对不上焦啊，所以我拍了一张。这真的是马赛克画质、远古画质啊！哎，随便看看吧，我的天哪！我只能说从取景器来看，这个魅族真的就是10年前的手机。但它只要这么多钱，也不好说什么了呀，对不对？有摄像头都已经可以了。我感觉我初中的那个 MP4 都比他们拍照要好。朋友们是这样的，刚刚拍了几张，实在有点拍不下去了啊，把我们的小宝呼唤过来了。要拍一下人像，可是呢，红米是有人像模式的，魅族是没有的。那我们就用小米的人像模式对比一下魅族的普通模式吧小米的这个人像是不能调焦距的啊，那它的普通模式也拍成2倍吧。我感觉小米的这个对焦好像是有一点小问题的，即使它有小问题也不能骂嘛，对吧？有摄像头就 OK。现在准备录像啊，但我刚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魅蓝呢，它可以拍4K 30帧好像，可是红米呢最多只能拍到1080P 30啊。那我们就统一用1080P 30帧。从这个取景框来看，魅蓝就是不知道多少年前的水平啊。我现在慢慢向它走，嘿嘿，一点防抖都没有。你这个拍出来也太可怕了，这个魅蓝。好，我现在慢慢的走着像一转圈呢。即使呢是1080P 30帧啊，它的区别还是很大的。
魅蓝这个我感觉几乎不可用吧，就是如果买这种手机有拍抖音什么这些需求的话，我觉得还是买红米吧。现在我离远一点向它跑过去，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防抖有多夸张啊。我现在跑着转，太恐怖了。我再转过来拍拍你，我不想让这么差的手机拍我。原形毕露是吧？红米的颜色还是稍微正常一点的，魅蓝这边看上去就像一个褪色的东西啊，它就像10几20年前的那种相机。可是我老觉得红米这个对焦是不是有点问题啊？我们刚刚拍了10张照片以及2分钟的1080P 30帧视频，红米还剩34%的电。魅蓝还有19%啊！现在是下午的3点36分，我们今天使用了4个小时的手机了。接下来我们就在这里测一下网速吧。干嘛？干嘛？不小心把红米也搞掉了，赔钱。这个手机壳质量非常好，赔钱600，快点，快赔！赔你那个。好的，刚刚我们已经在微信里面录了1分钟的微信视频啊，左边的是魅蓝，右边的是红米。好，我们来点击发送一下啊，2台手机都要导出，那好慢呀！这个速度确实是我们见过最慢的了，但是也没办法嘛。2台手机，哎，现在红米反正就是4G 嘛，对吧？魅蓝现在是5G 啊，魅蓝是一边转着一边发，还挺快的，已经发完了。红米这边是连那个进度都没有了。垃圾红米。有一说一，我们买的价格确实是魅蓝便宜一点。红米现在还溢价，就很红米其实发起来也不是很慢了。我们再在这个信号比较好的地方下载一个1G 的视频素材，虽然对红米有一点点不公平，好吧？我们来看一下网速 ，OK， 这个魅蓝感觉就要下完了呀，为什么这么快呢？不对，这个魅蓝肯定有问题，肯定是你在点的时候它就已经开始下了，不可能这么快下完的。我们测过最好的手机都不可能有这么快，它只有10几兆每秒。我们重新来一遍吧，我们从这个界面开始，点击，好嘞。这一次肯定就是同时开始了。魅蓝这边还是有10几20兆的速度，红米这边就是2兆，因为毕竟4G 嘛，这秒肯定秒了。5G 这个网速优势还是比较大的。魅蓝牛逼啊！你用的魅蓝啊？对啊。那你怎么说啊？魅蓝牛逼啊！我上午用的魅蓝。没办法，红米它只有4G，但它这个4G 其实挺稳的嘞。刚刚打游戏也是红米比较稳啊。对啊，我魅蓝完全玩不了，它那个5G 是个假的样。好，魅蓝已经下完了。红米这边下了大概15%的样子吧。我们现在在用电信卡打电话，用联通卡上网，2台手机都是没有双卡智能切换的啊，是没有那个功能的。而且我们可以发现打电话这个图标，魅蓝是以一个悬浮窗在这个地方的啊，红米呢就直接没有了，看到没？它一直在加载。我感觉这个环节红米可能跟 iPhone 是一样的啊。我们刷吧，不要笑，魅蓝也刷不动。双卡双待单通，知道吗？那我现在就用电信卡打电话，电信卡再上网吧。魅蓝这边还是5G，红米这边还是4G。到了你最喜欢的环节，可是刚刚刷不出来，是不是很难受？快点，迫不及待了。这2个手机啊，我感觉红米一定不是高刷啊，就是这个刷上去的流畅度感觉还是魅蓝好一点。可是为什么魅蓝卡住了啊？视频的问题。你看魅蓝卡住了，怎么可能是视频的问题呢？下一条视频又好了。又无了，确实魅蓝的信号会差一点啊。你看红米这边多刷几个也没有什么问题啊，虽然有120赫兹的屏幕吧，但是在软件里面几乎都是60帧，魅蓝还是会稍微卡一点的。红米这边会有加载，但是不是特别多。我们今天还没有打微信视频通话的，现在可以看一下他们的前置表现啊，很明显是红米要好一点的啊。这个魅蓝就是感觉你变成了僵尸，离走不远了啊。红米这边就还 OK 吧。魅蓝这边这个画质就真的是太远古了，这个画质，但是红米这边呢还比较正常，感觉跟那些1000元机啊、2000块钱机器可能也差不太多啊。那我们再切换到后置镜头看一下吧，其实它们的广度是差不多的，但是还是画质啊，这个魅蓝呢感觉就480P， 红米呢至少有个720P 吧。对。红米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清楚的，红米这个后置其实就跟一般的手机也差不太多了，没有什么很本质的区别吧。那就这样吧，我们就打10分钟吧。我只能说，虽然他们的表现只有这么好吧，但是毕竟只要这个价啊，骂也骂不了什么。说实话，都没某些手机换个电池贵呢。谢帝，我要迪士尼。韩宝别叫了，韩宝，别叫了。我们现在打了差不多10分钟的微信视频通话了啊。
魅蓝还剩8%的电啊，红米还剩28%。感觉魅蓝后面的电越来越不经用了，差距越来越大了。一开始还是魅蓝领先的，哎呀，他们俩电池就差这么点点。肯定是因为魅蓝太流畅了，所以它掉电那么快。今天我们这两台手机强度就给它拉低一点嘛，不在地铁上刷稀里拉，我们就坐在这里刷，先刷10分钟小红书吧。微烧日常丝袜，什么是微烧？我不知道，这不得问你吗？微烧我也不知道。你在那里偷偷摸摸看什么呢？看小红书啊。你要加盟快餐啊？想加盟哪？嗷嗷烧的小内裤。别说什么？嗷嗷烧的小内裤呀！哎呦，我受不了了。我真的觉得你这个人问题很大，为什么什么手机到你那里都会变成这样？手机的问题，纯欲烧烧小内的。你别说了，别说了，刷不到了，只有那3个。哪3个啊？嗷嗷烧，日常烧。你哪里人啊？我烧人。你口音都很明显。刷了10分钟小红书，魅蓝现在只有2%的电量了，又掉了1%。红米还有25%呢，我们再刷10分钟淘宝吧，看这个魅蓝还能不能坚持住啊？不是，我们是刷淘宝刷到魅蓝还有1%，然后我们再搞其他的。你万一一下就没电了呢？为什么呢？因为我昨天充电之前，就是他把手机给我，魅蓝也是1%，然后那个1%撑了很久，就是我放 B 站视频还放了20分钟才给它关机。我就感觉它这个1%说不定跟绿厂一样的能撑很久，所以待会我们就看看是不是这样的。现在是下午的4点15，魅蓝的使用时间是4小时40分钟，因为我们不知道它待会是怎么个关机方式，我们到时候就直接加上去就好了，我们会一直使用手机的。刷了10分钟淘宝，魅蓝直接开了锁写挂，还是2%不带掉的。红米是比它多20啊，现在是22%。那最后的2%能不能锁？那我们直接开产嘛，让你原形毕露一下。行，现在是4点26，它这里出现了一个即将关机，我操！产的就是你这还惨了，你搜今天寻使用了4小时51分钟。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它会怎么样啊？关了呀，这不关了吗？那魅蓝的最终市场成绩就是4小时51分钟。与此同时呢，红米还有21%的电呢，我真的是遥遥领先。你们电池没差多少啊？对啊，哎呀，不使了，待会我们就给大家总结吧。现在就由我来总结一下这个魅蓝20啊，今天它的续航成绩是4小时51分钟。啊，看着可能还不错，但实际上我们今天的负载是非常低的。首先它的游戏是60帧，并且画质还不能开得很高，而且我们今天只打了2把王者，只打了1把金铲铲，不知道干了啥，它后面电量就哗啦掉，一下就关机了。综合它的表现呢，整体亮度是不如红米的啊。它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看不清的，虽然说红米也不是很亮嘛，但是这个魅蓝的自动亮度激发非常的保守啊，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要手动拉到最高的，因为它是5G 手机，它的网络是快但是不平稳，在下载跟上传环节中，它确实比红米要快很多，但是它实质表现却很一般啊，比如说在厕所，它的联通跟电信都不如红米，打王者的时候它也是非常的卡，经常会红。所以就是它看似是个5G 手机，它的上限很高，但是落实到实际体验中却很差劲。另外呢，魅蓝的扫码速度是要比红米快一点的，但是这个成像的话，它这个拍照据大人所说是非常丑的，包括它的这个微信视频通话，它的前置能把人拍成僵尸一样，没有血色，就感觉要记了。我要纠正一下，它是什么时候都能把人拍成僵尸啊？哦，前置后置都很差劲。你把我说完了，我没东西说了。魅蓝没电的时候，这台红米14C 还有21%的电，它们俩电池是差不多的，但是这个多20的电量也有点太夸张了吧？也有可能是因为红米日常操作太卡，所以它的性能就释放不了。它是个4G 手机。对，我要说魅蓝有点就是它日常使用啊，虽然是个90赫兹，但它流畅度其实是会比红米14C 好一点啊，可能是它这个联发科 G21 Ultra 比较差，没有我这个处理器好。比如说在那个打金铲的时候，红米是动画非常卡顿的，就卡着不动，魅蓝就比较正常。而且这个红米它是有120赫兹的，但是我们实际刷起来的话，总会感觉它顿顿的，可能只有60吧，感觉90都够不上。那红米这台手机的优点就是续航好一点，然后稳定一点。但是它的导航还是有点迷的，它行驶了5-6公里才调出来3D 车道级导航。哎，但是它调出3D 车道级导航以后，它的车道识别就非常灵敏了。我们在高架上什么左转右转呀，它很快就能识别到，这点表现还是不错的。他们俩的步行导航呢，也都是一般般吧，可能属于稍微偏差的那一种水平。
这2台手机我们一共是花了1000块啊，都是在某鱼上买的。其中这个是快要倒闭的某个什么工作室特价出吧，是400块钱。红米14C 呢是花了600多块。红米14C 它的原价是699，但我们买的时候它基本都溢价了100左右，我们正好捡漏买到了，而且还只花了600块钱。就是可能最近红米14C 这个手机，因为它定价499，它的热度很高，但是我觉得它也就是一个正常的手机吧，大家没有必要去加价购买啊。但是他们卖到这个价格呢，我觉得综合性的表现，我觉得还是物有所值的，尤其是个红米啊，因为这个魅蓝它发售价其实会高一点，我们只是现在买会便宜一点，那你后面买红米其实也是一样的。综合表现呢，我肯定是更推荐红米了。比如说你买给家里老人用，比如说音量同时是开6格，但是魅蓝它的音量就很小啊，我要开到8格才跟它差不多。其次呢，就是老人可能刷视频啊，或者用微信视频通话呀，也是它的视频质量会好一点啊。最重要的，它的续航好，而且屏幕也更大啊。我觉得老年人可能用的舒服一点。虽然它的响应可能很慢吧，比如说点一个东西要点个1-2秒才能出来。当然，如果你有那个能力、有那个预算，你买更好的一点的手机，当然也是更推荐的。我们这2台手机都是6+128版本的，4+大家还是先别考虑了吧。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不要忘记了一键30加关注啊！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关注离线玩家 online，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我们这就玩一会儿吧。4:36，太早了。